做所谓的糖葫芦。那糖葫芦的定义是什么呢？糖葫芦的定义就是它是串起来的，串起来的以外呢，外面会裹上一层糖浆。对，这应该就是糖葫芦的定义了，对不对？玛丽今天呢，准备了橘子，准备了草莓，准备了小番茄，准备了蓝莓，还有准备了苹果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日本庙会里面会有一种苹果糖。玛丽今天呢也会做苹果糖的版本，但是不加色素。那好，这个是一般的糖葫芦。那请问不一般的糖葫芦是什么呢？不一般的糖葫芦啊，可能就是有像这样子的东西呀，像这样子的东西呀，像这样子的东西啊之类的，对。然后或者是可能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啊，或者是这样子的东西啊。反正只要串起来，它四舍五入就可以算是一种糖葫芦了，对不对？那在一切开始，为了让我们至少今天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我想要先把这些水果类型的先用竹签串起来，然后呢，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糖葫芦的小要点。首先，因为草莓上面这里其实是有蒂的，对，那糖葫芦的食材最怕的一个东西叫做出水，只要糖葫芦的食材出水，基本上那个糖就挂不住，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刚刚有看到西瓜糖葫芦、芒果糖葫芦、奇异果糖葫芦，以上那3种都是属于必须要切开之后才能串的食物，除非你跟我说你要串一整颗奇异果这样一颗在上面，那我们另当别论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草莓呢，其实它也属于一种会出水的食材。很多人在去草莓地的时候，可能会选择用刀切。那刀子一下去之后，它的草莓果肉就会破损，破损就会出水。出水的话，这个草莓你再下去滚的时候，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你是要做糖葫芦的草莓地的话，一定要用手把它拔掉。然后穿草莓的时候呢，要帮我注意从它的屁股这边穿下去。对，还有一个小诀窍，有些人会怕这个尖尖的刺到别人，所以他可能会这样下去。对我们的话应该就还好，我们没有要拿出去卖，所以对，就从底部这样子直接把它往上。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食材串起来。玛丽打算一个上面串3颗。为什么糖葫芦不可以整串串满呢？因为糖葫芦整串串满的话，你下去滚，你的锅子里的糖必须要有那么大的范围，让你可以去滚你的糖。对，但如果你只有穿短短的话，那这样子你的糖就准备量就不需要这么多呀。哦，对了，所有的水果要帮我再注意一个东西，因为上面不能有水，所以所有的水果类在清洗完毕、清洗干净之后，都要帮我擦干或风干。反正不管怎样，你必须要确保它上面没有含任何一点水分。串3、4、5、6、7，放最后一个。嗨，这个就是一串蓝莓串，专业卖糖葫芦30年，今年第1年。不是，你知道什么叫做炼金？或者炼金？炼金就是我连炼金的东西都能做得很好吃，这个才是淑女的范围，好不好？不觉得这样子很酷吗？这样子你就可以把那个糖葫芦花束送给你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很赞的感觉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像我这个番茄就没有穿好，它有点歪，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，好不好？我基本上啊，第3个我都不会让它穿出去，对，因为你在滚糖的时候，你前面如果有洞，你会发现它会喷水，所以玛丽基本上都不会把它第3颗穿破这样子，对。真的很漂亮你不觉得这样子看起来超好吃的吗？哪有人炼金然后做的那么认真的？我是不是太认真了？我今天预计应该有蛮多人是来看玛丽翻车的，可是怎么办？玛丽以不翻车为名，然后我现在插这个力气，然后等下翻得一塌糊涂。是很多人来看，你
们是来看玛丽翻车，举个手好不好？你来看警报器响着不啊？我等一下要接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我开主场之后，请大家提醒我开一下抽油烟机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串这个流程。这个流程的串法呢，是先挑一个最大的，就是你手要握住、握好、固定好它的距离，然后一次压紧，不要动了。然后之后就把这个流程从下往上，一定要这样子穿哦，不然你会发现你怎么穿都穿不好。过来人，哇，你听起来很沧桑啊！来，各位。一颗永流传，好像不是这个。那金沙因为是巧克力，很容易融化，所以呢，玛丽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是，我应该先把它冰起来。OK， 那我们的金沙选手已经进冷冻库了，接下来我们要串的是香蕉，来串金沙了。有了啦，可以啦，天才！因为里面有颗榛果，所以那个榛果会阻挡你串糖葫芦的路线，你要避开它。好了，有了吧？是不是很赞？放在这边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有几个食材是要经过特殊处理的，因为这几个食材呢都蛮特别的。好，迷你小锅。开火。等一下，如果不知道的人进来，然后就看到想说玛丽在做糖葫芦，好棒哦！然后进来看一下，看我在煎新金肠。所有的观众黑人问号。这样，好，快乐新金肠。把你对于糖葫芦的格局放大，好不好？放大你就会健康。这个会变糖葫芦，对，没错，你很聪明，天才。煎熟的过程中呢，玛丽要来做第二件事情，我要去处理那个金针菇。这个金针菇呢，你可能会认为它是普通的金针菇，但是我们的金针菇呢，今天呢要包在这东西里面，对，它是好吃的金针菇肉卷，好不好？因为金针菇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观众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看，这样子的金针菇就是完整的，然后很干净。OK， 然后拿一个盘子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拿我们的肉卷，拿一个盘子，把我们的金针菇给卷进去，这样铺好。然后拿起一小束金针菇，然后放到我们的金针肉卷中间，然后用手这样把它仔细的卷起来，这样，这是一个漂亮的金针菇肉卷，大家同心协力，今天吃金针菇，噔噔噔噔噔。为何这群士兵都不敢吃糖葫芦？我看到我的香肠变得非常黑。星星长糖葫芦跟烧焦的星星长糖葫芦，哪一个比较糟？基本上都蛮糟的。那个，它还没有全焦啦，没有啦，它在熟的过程中，经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它成长。下一个是那个温泉蛋，不要破哦，不要破哦，不要破哦，破了我会哭哦。好，各位，鲜嫩肥美。OK， 各位准备好的香菇贡丸，我好想吃吃看，我可以吃吗？给你们，你们先吃啊。好，下一个是我们的金针菇肉卷，香肠里面有油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用再另外放油了，直接把金针菇肉卷的那个粘合处向下放进去。艾福，早安。怎么知道我刚？因为你看起来一脸刚睡醒。上一
点清酒，下一个要增添它的风味，所以加一点酱油。这个酱油是柴鱼酱油，属于不咸的类型的酱油，可以边炖煮边帮我们的那个增添风味。是，你看，香喷喷，好吃又卷啊！是不是很香？是不是很赞？好赞哦！好 ，OK， 你孤军奋战的朋友，这你一人。这个闻起来有一点草灰的，快乐贡丸，好香哦！蓝跑出来了，有个香味，那个是香肠的味道。对，小香肠，好吃你要吃？好吃。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这个不确定有没有熟。耶！哇，香肠又少一了，香肠减1。好吃哎，好吃香肠哎，艾兰，我在想这个要不要加抹茶粉？好像不错啊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加抹茶粉。你可以帮我拿抹茶粉吗？我们现在要来帮我们的贡丸做一点升华的动作，跟各位隆重介绍，这是一罐云门之席的抹茶粉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像这样子直接挖1匙，然后撒在这上面。对，贡丸糖葫芦在抹茶味。贡丸的是可以吃的吗？你说哪一个？那个可以，你可以吃。耶！报告金沙被带走。我是食物小偷。真的耶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哦，对啊，我等一下要少吃的。好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以水熬糖，拿起一包糖，倒满锅子，直接倒进糖里面。对，确定所有的糖都已经湿了，在水里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下一步呢，拿起我们的锅铲，稍微的翻动一下，确保所有的糖里面都有水。准备完成，开火。糖只能用中火熬，所以不可以开太大的火，好吗？好耶！致死量的糖，这些应该是绵羊吐的，我想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像这样糖进水里之后呢，还是软的，这样代表糖还没熬好，还要再等。滴到水里的时候，它会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这个硬块，就代表它好了。现在的糖呢就可以滚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好了，拿起来稍微滚一滚之后，放到我们的防粘的地方。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煮了。第二个，金针菇肉卷，还有串。然后，好的，来，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是 Pocky， 那我们吃看这个。我知道这个味道很像什么，你们有没有吃过石头巧克力？石头巧克力外面是不是脆的，里面是很甜的巧克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吃起来就是这个味道，一模一样，就连口感也很像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，哦，这是星星肠糖葫芦，来喽，试试看喽，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吃。
你们有吃过快叉肉干吗？就是它们里面有一种非常甜的猪肉片，然后有点像猪肉干这样子的东西。对，就是那个味道。只是它外面因为我们有裹糖衣，所以它变得非常的脆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呢是金针菇肉卷糖葫芦，好不好？然后喝水。我觉得我舌头被那个肉卷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大概是你走在路上，然后有一个人他穿的很绅士，然后可能穿着大衣，你还在欣赏他的穿搭的时候，他突然把他外套掀开，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穿。不要吃这个肉卷，真的不要丢掉。啊！抹茶贡丸糖葫芦。我刚刚被那个东西直击到，我现在对于这个抹茶贡丸糖葫芦，我有点恐惧于下嘴这件事情。好吃看。你吃下去的第一口，你的舌尖会是纯甜，完全的纯甜。一咬破，滚在贡丸外面的那一圈抹茶粉，它其实已经融化了，因为贡丸里面是有含水的，我们贡丸是用煮的，所以它会变成了一种抹茶汤，然后它就这样呼的包围住你整个口腔。接下来就是香菇贡丸的味道了。总而言之，它不好吃，因为抹茶粉的关系。抹茶会让它带一点菜味，所以你舌头刚接触到这颗贡丸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它是菠菜贡丸的错觉，好先进哦！这个味道应该在30世纪才出来。除了像菠菜贡丸，你还会有一种它很像那种抹茶类点心，但是你一咬下去，它就是直接一拳左勾拳上来，我是香菇贡丸这样。来，我最期待的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人想要得糖尿病？我咬了，不行，我要喝个水，好甜。兄弟啊，我觉得我的味觉也被砂糖包围。好喝，从刚刚到现在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好好吃啊！我好快乐哦，我人生因为这一颗苹果糖圆满。玛丽的咬合力是蛮大的。从小有甘蔗面习对啊。小的时候，爷爷奶奶会买很多甘蔗，规定我们一天要咬1只。我可以直接咬爆螃蟹的壳哎，鸡的骨头玛丽也咬得断。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还有不要轻易尝试把肉卷做成其他的料理，你会死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，各位晚安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